大家好，我是刚开始国庆假期的星辰。2024年4月，美国防务新闻刊登了一则雄文：美国空军规模不断萎缩，还能打赢战争吗？文章主要 diss 空军军费连年增加，但新机服役速度却赶不上旧机淘汰。预计到2025年，空军飞机总数将从1956年的 2.6 万架飞机下降到不足5000架，正处于现代化死亡螺旋。一时间，在谁敢质疑帝国空军，谁就得掉脑袋的舆论场引起轩然大波。首先是刚给空军分完史上最高财年预算2592亿美元的国会老爷不禁要问：鸡呢？而仓库堆满 F-35的洛马公司十分无辜啊，能怪我们造飞机的吗？那是军方不接收啊。五角大楼则强硬反驳，如果洛马不能完成技术更新，将拒绝接受任何新出厂的 F-35。好消息是，这并不是 F-35第一次出问题，早在2021年，供应商霍克尼尔就因找中国代工零件并附带图纸被罚。坏消息是 F-35的连锁问题有一点点多。关前提醒，本期视频信息来自 BBC、路边社、防务新闻、国会报告，如有不符，请喷他们。提到美国空军，大家最先想到什么？合众国之鹰 F-22，或是天下有敌的 B-21，亦或是全能通用的 F-35。经常造飞机的都知道啊，相比于执着于由海向陆，结果搞出彬彬、朱姆、福特这血压三件套的帝国海军，身为一等人的帝国空军可谓务实。考虑到苏联已逝，毛子忙着表演菊花残，东大呢则在持续坚实改。为了多快好省的往第三世界扔炸弹，勤俭的王师决定停产并拆掉过于先进的 F-22生产线。同一时间，一款更经济省钱、更全能通用的 F-35横空出世。飞机战力哪家强？美国洛马名声响。F-35集成了全球最先进的航电技术，隐身设计水平不愁，超音速巡航技术一流。更重磅的是，综合作战能力强，集对空、对地、圣剑、电子战，甚至预警指挥于一身，一个机型囊括所有任务，这就满足了。No， F-35还创新性的采用了边生产边研制的完美方式，通过软硬件不断升级，实现战机迭代，不仅大幅减少研制时间，还能持续升级，确保战机永久先进。最后，作为一款集结多国联合开发、汇合全球产业链共同打造的五代机，我们将与盟友共研共享，一个字儿：省钱。F-22夺取制空， F-35雷霆出击，帝国空军一到，民众无不竭诚欢迎，全球速通，高枕无忧啊！应该说呀 ，F-35确实是个香饽饽。相比于近2亿美刀的 F-22，F-35最初目标是21世纪实现北约服役量突破1万架，工业化流水线生产，价格肯定不会太高，性能呢也非常不错。另一个与盟友联合研发，除了能分担成本，更算得上掐灭欧洲现代战机工业的战略武器。一旦用上啊，让你往东，你不敢往西；让你抓狗，你不敢打鸡儿。最后则是计划高效，首架 F-35A 于2006年首飞，2012年批量服役，2016年后参与众筹的盟友也陆续接收了首批战机。只不过就在一路高歌猛进之际，两个大坎赫然出现：供应商和特朗普。2016年12月，还没来得及上任华盛顿的董王在推特做出重要指示 ：F-35存在成本失控，我上台后将帮助采购，节省数十亿美刀。董王懂不懂 F-35不知道，但美利坚确实很懂总统啊。此言一出，洛马股价暴跌4%，CEO 休森连连表忠，动工图补，天下归心，洛马自当聊表赤子之心 ，God bless American。在总统亲自介入下，2017年五角大楼兴奋地宣布：“家人们呐，给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啊！世界顶尖五代机啊，原价超1亿，现在90架，仅需85亿。”不过万物皆懂的董王呢，有点不懂了。虽然采购价降了，但别的可以涨啊，这个咱后面唠。为了体恤圣上隆恩，洛马副总裁兼 F-35总经理乌尔默更是表态，有望2020年前将 F-35A 成本降到8000万美元，同时实现性能飞跃。
当然了，总统先生只需要尊口一开就好了，但供应商要考虑的就很多了。怎么降成本呢？有道是只要思想肯滑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很快啊，与东大深度合作的外企霍尼韦尔就觅得一条美国特色办法：外包啊。那世界哪国工业品最便宜呢？我是谁？对的，东方大国。事实上啊 ，F-35用中国零件不算稀奇。早在2014年，霍尼韦尔与另一家 F-35供应商格鲁曼就曾被曝使用中国零件为 F-35生产新型雷达、起落架和其他硬件。2016年被发现后，主动向五角大楼坦白并自我纠正。只不过本着我错了但还敢的伟大精神，2018年霍尼韦尔故技重施，这次呢，索性将被出口管制的零件图纸打包发给了代工厂。考虑到直接快递太明显，这次他们学会了绕圈，2张发加拿大，23张发往墨西哥，还有2张图纸发往中国，包括但不限于 F-35啊、F-22、B-1B 轰炸机的成品零件、军用电子设备以及燃气涡轮发动机铸件图纸。2021年东窗事发，被罚1300万美元。我有一计，请诸君静听，要不给中国厂商商量一下啊，早点把 logo 抹掉，然后改成 Made in 美国。别急，还有高手呢。2019年啊，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 ，F-35的另一家电路板供应商英国 PCB 公司，早在2013年就已被中国企业收购。但代英国防部坚定表示，不就是控制发动机、照明、燃料和导航系统的电路板由中资企业制造吗？没什么可担心的，不会构成风险。虽然有点小曲折，好在价格稳步下降，产量逐年提高。2018年的第11批 F-35A 单价为8920万，2019年连订3批，预计当年就将降至7920万美元。2020年，洛马公司还保证要在2024年达到峰值，年产180架。然后2022年9月，五角大楼宣布停止接收 F-35。为啥突然停收呢？没啥，因为 F-35发动机零件又发现被禁止的中国山谷合金了。好家伙，这次还是霍克尼尔啊！这下负责总包的洛马也麻了。现在2块合金放这儿，你告诉我哪个是高尚的，哪个是龌龊的？再说了，不用中国货怎么省钱呢？负责采购的副部长拉普兰特也反复强调，这种合金不太可能带来安全风险。更令人暖心的是啊，据彭博社调查，虽然霍尼韦尔使用此种合金长达20年，但此前对来源毫不知情。现在问题来了，已经造完的 F-35咋办呢？拆了换零件？不好意思呀，得加钱，要不丢海里。经过1个月的讨论，最终制造商与军方达成两难自解，由五角大楼签署豁免令，之前概不追究。也对，毕竟 F-35供应商包括来自全球的1700家。You can't check up on everything. You never know what you might find. 总包洛马随后拍着胸脯保证，已经找到该合金的美国替代来源，下个月即可用于生产。友情提醒下，山谷合金这块中国厂商基本处于垄断地位啊，竞争对手要么破产，要么被收购。如此光速找到足量替代商，大概是换上了佩洛西她丈夫的七舅老爷家的3大爷他大侄儿的墨西哥公司从中国采购吧。后来坊间有诗一首啊，北美情圣，金融都会，五湖自古繁华，霓虹重楼，长街晴川，参差10万高沙，迅疾绕低沙，雄剑卷霜雪，横行无涯，落基山外，阿拉斯加纵饮马，外包无度受罚，将合同翻遍，提案调查，图纸泄露，零件误用，材料源自东大，眼睛密西比，深圳内华达，东窗事发，不如从此刻住 Made in China。供应商问题好不容易解决，这一下终于要开始全速生产了。然后国防部又送上来另一个小惊喜。2023年7月，国防部再次宣布停止接收。这次责任呢，全在洛马，因为新出厂的战机未能按约完成技术更新3。还记得之前独具匠心的边制造边升级吗？根据 PPT 啊，完成技术更新3后的 F-35就具备更好的驾驶舱显示屏、更好的计算机内存和算力。但问题是，飞机升级不像给视频点赞、动动指头那么简单啊！原本从2023年4月，洛马公司新出厂的 F-35
就该全部升级。但在3月的质询会上，项目执行官施密特中将还在狂吐苦水，升级遭遇挑战，硬件生产缓慢，软件开发太难，按时交付免谈。等到7月果然没完成，咋办呢？训练有素的军火商果断将更换的硬件但没有软件集成的 F-35继续塞给空军，一旦上天，基本只能是 Sorry， 您尝试使用额外订阅服务，请联系军火商了解开发情况。面对如此不靠谱制造商，国防部直接破防了。他妈的，这群人无法无天了！眼看老爷们真生气了，没法子，洛马立刻表态加紧测试，预计最快12月能用上。正当一等人犹如望夫石一般翘首等待新战机送到时，意外又来了。2023年12月，刚与制造商对齐颗粒度的国防部虎躯一震。之前技术更新3延误是软件问题，这下好了，硬件生产更缓慢，没法子继续延。问题是生产线不能停啊！就这样，全新出厂的 F-35直接被堆在工厂停机坪。对了，升级必须测试，但 F-35测试机型数量严重短缺，猜测试机有多少？足足4架哎，还都是机龄超10年的老同志，经常出现严重故障。更神奇的是，据 F-35首飞17年后，面对无人接收飞机满地，关键升级如同儿戏。2024年3月，经过国防采购委员会会议决定，批准 F-35进入全速生产阶段。图啥呢？图160吗？眼看飞机问题密密麻麻，厂商个个偷奸耍滑，国会老爷要求问责局紧急出动，给我狠狠的查。2024年报告出炉，这下老爷们悬着的心大约的确是死了。由于国防部近半年拒绝接收任何新机，此时堆在停机坪等待升级的 F-35约80架，工厂停机位都快不够了。按说这事儿似乎不算严重，但问题是 F-35比较娇贵，而制造工厂位于德克萨斯州，此地飓风多发，一旦老天爷整波大的，唯一的作用只能是催更星辰虽然洛克希德公司表示只要恢复交付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预计届时每天至少交付1架，但问责局发现真是吹牛不打草稿，8岁会所细交，哪怕按有史以来最快交付速度，每月13架，移交这些等待升级的机压飞机预计要1年，且存在越生产越积压的风险。另外，技术更新3的测试也不太顺利，4架测试爷爷机中的1架以直接坠毁的方式，充分证明了之前反复测试失败不算大问题，而测试短缺问题还将持续，一旦升级准备就绪，情况将更加恶化。好消息是有4架测试机正在研发，坏消息是预计完工日期是2026年。弹幕里的吴彦祖可能要问了，为啥不用崭新的 F-35测试呢？拜托，测试机是国防部掏高价买给洛马的，专机专用。再说了，新机摔了算谁的呀？史密斯专员不过了吧？关键供应商也不给力啊！发动机承包商普惠公司2023年未能按时交付任何发动机，平均延迟2个多月。延误原因呢是部分零件存在质量问题，而2023年1月就发生过因发动机异常震动导致一架 F-35B 坠毁，国防部短暂拒收的情况。由于中国限制加供应，虽然国会早在2023年就未雨绸缪，拨款为未来批次 F-35换装含氮化镓的雷达，但目前正在寻求镓的稳定供应，效果不太乐观。再一个是产能，是我知道你们在工厂堆了一堆，但问题是2020年 F-35的年产量是123架，此后一路走低，2023年居然只交付97架，甚至2025财年仅采购68架，原因是国会要求将资金用于测试。好家伙，谁家工业品越磨合产能越低呀？不仅如此咖喱味的工程师也在发力。2023年3月，一维修工程师不慎将手电筒留在发动机内，导致价值1400万美元的发动机当场报废。成本方面，还记得之前董王亲自砍价吗？根据政府问责局的项目审计报告后， F-35果然涨回来了。对嘛，这么降下去我都不习惯了。因为8000万的采购价属于落马诈骗，拥有充分坑钱经验的军工老爷巧妙地设置了高额维护费。2018年，美国预计将购买2470架 F-35，维护成本约11000亿。经过多年通货膨胀，2023年这个数字被改为15800亿美刀。随后，国防部宣布将 F-35服役期限从2077年延到2088年。
然后维护成本飙到17000亿，加上采购成本 ，F-35全寿命成本超过2万亿。这就跟买空调一个套路啊，空调到家了才发现要安装费，管子不够呢还得加钱。对此，盟友韩国深有所感。2022年，韩国一架 F-35A 因撞鸟事故受损，美方维修费要价高达1.076亿美刀，而3年前买飞机时价格才1亿美元，逼得思密达当场退役飞机。总之啊，减少采购不利于工业化生产，得加钱；增加采购呢，维护费上涨还是得加钱。什么？不要？不好意思，美国五代机啊，独此一家，别无分号，或者你也可以扣1复活 F-22生产线。相比于以上这些小瑕疵 ，F-35最大问题还是升级。理想状态下 ，F-35只需完成 Block 4升级，即可拥有脱胎换骨般的完全战力。升级包括80多项改进，换装氮化镓元件的火控雷达、变循环发动机、新型油箱，将使 F-35航程增加25%，还将新增7种弹药，升级传感器，增强识别能力，提升电子战能力。然而，完成 Block 4升级的前提是先完成不断延误的技术更新3。更离谱的是，2018年 Block 4升级估计耗资106亿刀，预计2025年完成。等到2020年，预算变成144亿刀，完成时间改为2028年。2021年再变151亿刀，2029年完成。2022年飙到165亿刀，预计要到2030年。总之，每过1年加一次钱，再后推1年。由于五角大楼持续拒收 ，F-35延期还产生了连锁反应，耽误美利坚的援乌援以大业。波兰方长表示，等美国交付 F-35后，波兰才考虑将老旧米格29援助乌克兰。而2024年以色列订购的战机，预计最快要到2028年以后才能交付。在美军及盟友的努力下，截至2024年5月 ，F-35在6年内摔了10架，频率可以跟三哥一较高下。此时啊，已经是前总统但仍不甘寂寞的董王又一次怒喷落马。没人比我更懂 F-35，给他装俩发动机不就不会摔了？只不过这次洛马公司没搭理他。嗨，写到这里啊，我都累了。至于 F-35B 单价最高，但作战半径、载弹量严重拖后腿。F-35C 没法被福特号航母弹射，只能优先适配2号舰肯尼迪号。而肯尼迪号呢，预计2025年才能服役，看情况今年海试都够呛。此处啊，我有一联，上联忆往昔峥嵘岁月，世界顶尖寰宇大变。下联看今朝左右为难，升级缓慢，延期连环。2024年7月，经过足足1年后，在国会的强压下，2架安有精简青春版技术更新3软件的 F-35终于交付空军，但新飞机暂时只能用于训练。五角大楼也留了个心眼儿，每架 F-35扣500万美元，等升级完再付。对此，项目执行官施密特中将表示，虽然交付的是是青春版，但那又咋了？宝马是马，牛马也是马呀！咱这款战机啊，常规操作足够安全。后续升级将以 DLC 形式分批分段更新，准备长线运营到2025年交付完整版。怎么说呢？这个说法在军购界确实特别，但在游戏界，它满大街都是啊！8月，刚刚恢复交付的洛马公司郑重宣布 ，F-35达到重要里程碑，交付突破了1000架。只不过相比当年设置的1万架目标，确实少了些。由于过于波折呀，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·肯德尔多次将 F-35当成负面典型，警告研发6代战机时必须避免这次所犯的严重错误。肯德尔特别强调，过度并行是阻碍 F-35项目的一大问题，导致战机处于研发阶段时便进入采购、测试发现的问题更难解决。同时，他还提出，希望6代机项目下一代空中优势能比 F-35便宜。至于王师这个天字1号项目能多便宜呢？关注星辰，咱们下期再割。